有关这个问题的应对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入口函数或者是我们把它称为进入点大部分呢需要经过编译的程式语言呢，都会有一个程式码的进入点。这个进入点呢，通常会有一个共通的入口函数名称呢，叫做 main。那 Python 程式语言呢，因为它本身是属于直译器的这个程式码它是由上而下依序读入因此需要被使用的这些指定函数呢，必须要先经过直译器的认识或者说它需要经过直译器的读取才能顺利的去做使用。所以大部分的这个 Python 程式设计师为了要让它的程式码阅读更直观即使我们像目前的 Python 的程式码是不需要去设计入口函数的，我们也会为它去设计一个入口函数把这个 main 的这个方法把它设计上去。那并且呢，把这个方法呢放在什么地方？放在我们这一份程式码文件的最尾端，让它去呼叫去做使用。那因为它是放在最尾端，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确保整份文件程式码的制定函数都已经被这个 Python 直译器已经了解过了认识过了，读取过了，然后甚至已经完成这个析字的部分。所以呢，就可以让我们程式码在执行上面变得更顺畅。好，所以呢，这一个 NAIN 的这个入口函数的方法要怎么去设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设计一个入口函数这个函数的名称它预设就叫做 NAIN 那因为这个 main 它本身是一个方法，所以方法记得小括号要补给它，以及呢，在这个名称的前面要把这个定义的关键字补给它就是 df 以及后面的收官符号冒号也这样补给它。接下来呢，在这里面的程式码区段就是我们主程式的部分。好，那这个主程式当我们把它完成之后呢，最后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去呼叫这个入口函数它才会进到我们主程式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在电脑上面进行这里呢，我们直接沿用我们这个 ES09我们对着 ES09，然后 Ctrl+C， 然后 Ctrl+V， 多复制一份，并且呢，使用 F2去调整一下它的档名叫做 ES10.py。好。那现在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 define say hello 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缺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缺有关主程式的部分主程式呢，我们可以直接去 define 一个def 我们的这个 NAIN 就是我们的入口函数。好，然后呢方法后面加上我们的冒号，按下 Enter， 这个就是我们的程式码区段。我们现在程式码区段呢要跑的就是我们这个段落要跑这个段落。好，所以我们就先把它移动它的位置并且完成它的缩排的位置。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一个文件里面，现在有2个 define， 我先把它遮起来。一个呢是 say hello 的部分，一个是入口函数的部分。好，如果我们像单纯下去做执行的话其实它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呢，在这份文件其实它并没有可以执行的程式码因为我们程式码通常会把它放在我们的最外面。它现在目前只有 define行1 define 行4 define， 然后呢有没有跑任何东西？没有跑任何东西。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去执行某一个方法的话例如说 say hello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外面把 say hello 把它打上去当然方法要给，然后里面呢因为它有一个 value 值，所以 value 值也要给那在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它就直接去执行我们的 NAIN， 执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按下 F5，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情况下，入口函数 define 进去之后呢，它会做什么事情？它就会去执行这个 range， 然后走5次，然后这5次里面呢，都会去呼叫 say hello，say hello 在上面，say hello 在上面，所以呢，它这个 say hello 呢就会去 print 这个内容。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入口函数以及这个 say hello 函数基本上就没有顺序上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呢，它真正被执行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真正它程式码被执行的地方在最后一行。在最后一行，那它在执行最后一行的时候，不管我们要 define 的位置在什么样的地方，它只要早于我们现在目前呼叫这个方法之前，它就一定有办法认得它就有办法认得。好，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去仔细看了一下我们讲义这个讲义上面还是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就是说在讲义里面呢，它其实它还会去判定一个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运用名称这个 name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关键字是不是等于我们现在目前的名称叫做 main N-A-M-E 是不是叫做 main main 是不是叫我们的主程式？如果是的话我们才让它去执行我们主程式这个像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方法。为什么会这样使用？因为呢，在未来之后这个我们的这些制定函数通常不会写在同一份文件里面，我们会把它写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然后它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就会有2种操作模式。
一种是它是被别人呼叫引用的方式，或者是它作为自己主程式使用的部分。好，那它怎么样去做这个分别的判定呢？通常就是我们会去加上这一段程式码，加上这段程式来去判定说，它现在是不是主要要来去执行这份文件？好，不过我们现在比较单纯哈。现在呢，如果说你只是要去操作这份文件的话，只是要去操作文件的话，你可以直接在你的程式码的最后面直接去呼叫你的入口函数，这样就可以了哈。直接做到这样子，它就可以直接去执行我们 define 的 NIN 以及 NIN 里面有去呼叫的 say hello。好，这个案例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要做的是计算两数求平均数。好。那首先呢，当然我们要去把这个 average 的这个方法把它设计出来。所以呢，首先我们先 define 一个 average，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放两个引数放这个 a 值跟 b 值这个 a 值跟 b 值就是要从外面带给它的带给它的。好，接下来在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它里面要做的事情，它会去回传一个值，回传呢，它所使用的关键字是 return。它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 值加上 b 值，接下来除以2，我们就可以去取得这个平均。接下来我们就是在入口函数里面去呼叫这个方法去呼叫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首先呢，我们就是先设计一个围绕，把这个 avg 带3跟4这两个参数带进去之后呢，然后它会去计算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它会回传到 relay 上面，然后接下来我再把这个平均计算结果把它 print 出来。那要去让我们这一整个程式呢顺利的去做执行的话，不要忘记在我们程式码的最后一行。一定要去呼叫我们的什么东西？呼叫我们的入口函数。好，那我们在电脑上面实际上操作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档案总管侧边来去新增一份文件叫做 ES11 点 py。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做的就是这个计算两数求平均。好，那根据不同的设计师的这个习惯它的操作上可能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地方呢，假设说我们一开始要先去设计入口函数，我们就可以先 define def 我们的 NAIN 这就是我们入口函数。然后呢，也记得加个冒号去做收官。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让它去呼叫一个 average 的方法就是 avg 然后给它带上两个数一个是3那一个是4。我们希望这个3加4除2的结果呢放在哪里放到我们这个 result 上面我们就把它指派到我们的 result 上面好，那因为我们像 average 像目前还没设计，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设计define 一个 avg。好，那在这里面呢，因为它有把3跟4丢进去所以它至少会有几个因数至少会有2个因数。好，那这里呢，我们就把它设计为 a 以及我们的 b。好，那后面也是一样，记得带冒号去做收官。接下来呢，它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要让我们的 a 加上我们的 b， 接下来呢，让它怎么样让它去除以2。我们就会得到平均值嘛。那这个结果呢？这个结果我们要把它 return 回去用 return，这就回传的部分。好，所以当我们透过 avg 把2个数值丢给它，它就会把这2个数值去做加总之后除以2，并且回传。那回传结果会怎么样？回传的结果它会指派到这个 result 身上，指派到 result 身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print 的方法。好，我们就像用格式化这就是平均值。平均值为什么东西？为我们这个result result。好，那接下来如果我们下去做执行的话，执行起来的话，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份文件里面只有定义 NAIN 以及定义 avg，只有定义这2个方法，有没有让任何东西下去做执行？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如果要去执行它的话，我们要找个位置找个位置，例如说在这程式码的最下面，跟他讲说我要去呼叫这个指定函数这就是我们的入口点这是我们入口点，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入口函数。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去执行一下我就先把它展开，好，执行。这个时候呢，3加4除2得到什么东西？平均值就是 3.5。OK， 这个地方就没什么问题了这个部分在 define 的部分，它的顺序是无关的谁比较有关系谁比较有关系？在什么时候去呼叫这些方法比较有关系如果我把这个 NIN
放到这个中间的话，哦，这个时候你通常可以预想啊，这个方法在它之前，哦，在行4之前从来没出现过，什么时候才出现？行6才出现，所以它一定认不得。好，所以呢，如果把这个移到前面去，好，基本上它就有办法认识了哈。好，那我们这个案例呢，好，这个单元啊就先讲到这个地方。